穆老随后让霍雨浩和王东送他到海神阁3层，并指示玄老第2天带他们去星斗大森林，以获取第3魂环，实现从大魂师到魂尊的质变。霍雨浩在穆老的房间内表达了对马小桃情况的关心，并表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救治他。穆老透露了救治马小桃的计划，并强调了霍雨浩未来的作用。最后，穆老询问霍雨浩和王东关于他让镜红尘进入海神阁的原因。王东认为是为了震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霍雨浩则感觉穆老重视学员交流。穆老认可了他们的想法，并指出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目的，他自己不能永远保护史莱克学院，需要为年轻一代的成长争取时间。霍雨浩对穆老的健康状况感到震惊，而穆老却以洒脱的态度面对生死。他透露自己已经活了200多岁了，并且由于身体衰败，可能只能再活3到6年。穆老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有限，因此决定利用剩下的时间尽可能为史莱克学院做出贡献。穆老解释说，他现在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在战争中扭转战局，但通过公开自己的身份，可以对日月帝国产生足够的威慑，以压制他们的侵略欲望。穆老还提到，他让镜红尘进入海神阁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震慑，而是有更深远的考虑。穆老询问霍雨浩和王东未来的打算，特别是王东在霍雨浩前往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后的计划。穆老建议王东留在学院深造，而霍雨浩则必须前往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王东虽然不愿与霍雨浩分开，但也意识到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穆老说道，魂导器的发展将导致战争的不可避免，并且他只能为史莱克学院争取到5至10年的时间。王东好奇为什么穆老没有杀死镜红尘。穆老解释说，杀死镜红尘会引发日月帝国的全面报复，而且镜红尘身上的魂导器对穆老也构成了威胁。第2天清晨，霍雨浩、王东和潇潇在玄老的带领下前往星斗大森林寻找适合的魂兽以获取魂环。玄老提醒他们，他会暗中跟随，但如果在获取魂环的过程中出手帮助，将会扣除他们的考核分数。3人在前往星斗大森林的路上感到精神振奋，尽管已经赶了2天的路，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感到兴奋。霍雨浩询问潇潇关于他对魂环的打算，潇潇表示他希望能够找到适合他9凤来移销的魂环，并且计划在修炼3生镇魂鼎的过程中为其附加3到4个魂环，以避免落后于霍雨浩和王东。王东问潇潇关于他的第2块魂骨，但潇潇选择保密。3人讨论了魂环的选择，潇潇计划选择控制系的魂技，以增强3生镇魂鼎的防御性。霍雨浩则表示他将依靠运气来寻找适合灵魔武魂的魂环，并且他们应该尽量减少对魂兽的杀戮。王东认为魂兽也是生命，不应该仅仅被视为资源。潇潇对王东的善良感到惊讶，道：没想到你这么善良。王东略微沉默了一下，道：反正就按宇浩说的，我们尽量少猎杀魂兽，只选择自己所需要的，遇到主动攻击的另说。霍雨浩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尽管他尚不清楚自己将获得怎样的第3魂环，但他并不担心，因为他有天梦哥的帮助，相信能够找到合适的魂兽。这与他第1次前往星斗大森林时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他怀着决绝的心情，准备不成功则成仁，而现在他感到自己已经成长了许多，无论是能力还是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霍雨浩回忆起自己的奇遇，从遇到天梦冰蝉开始，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他庆幸自己能够遇到这么多帮助他的人，包括小雅老师和大师兄，以及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和伙伴们。他感到自己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比过去10几年还要多的事情，这让他感到自己已经成熟了许多。霍雨浩思念自己的母亲，他希望母亲能看到他现在的成就，并为此感到高兴。王东注意到了霍雨浩情绪的变化，并给予了他鼓励。2人之间的默契让他们无需言语就能理解对方的意思。潇潇开玩笑地抱怨霍雨浩和王东忽视了他这个唯一的女孩子，而王东则调侃潇潇是否喜欢上了霍雨浩。潇潇则反驳说，霍雨浩和王东都是奇葩，因为他们对其他事情似乎都不感兴趣，只专注于修炼。霍雨浩自嘲地称自己为练功狂人，而潇潇则告诉他在同学们中的人气很高，被视为屌丝逆袭的典范了。霍雨浩的进步激励了同学们更加努力的修炼。潇潇说道，霍雨浩的人缘很好，但情缘方面却不如王东，因为许多女孩子都对王东有好感。王东则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3人之间的笑闹继续，而星斗大森林的轮廓已经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霍雨浩感到星斗大森林的深不可测，他提醒大家要保持警惕，并提出了一些在森林中行动的策略。他强调安全第一，并要求王东和潇潇随时在他5尺范围内，以便他的精神探测共享能够覆盖他们。霍雨浩还计划只在森林外围10公里范围内横向游弋，绝不能深入，并且每天晚上都要离开森林到外面休息。在进入森林后，霍雨浩开启了精神探测共享，能够探测直径200米范围内的情况。他们发现几只实力不强的魂兽在不远处窥视，但没有靠近。霍雨浩已经想出了许多应对森林中行动的方案，准备带领王东和潇潇在星斗大森林中寻找合适的魂兽。霍雨浩利用模拟魂技式放出千年火焰师的气息，成功地吓退了周围低阶的魂兽，为3人省去了不少麻烦。他们进入星斗大森林后，
依靠霍雨浩的精神探测共享和模拟魂技，顺利的在外围逐步深入，没有遭遇任何攻击。在行进过程中，霍雨浩不时开启模拟魂技，释放千年火焰师的气息，目的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千年级别魂兽，特别是3000年以上的，因为这样的魂兽才符合他们的需求。被吓跑的魂兽自然不适合成为目标，而那些没有被吓跑的魂兽，修为很可能接近他们的要求。王东注意到霍雨浩持续开启2个魂技消耗不小，建议他先休息。霍雨浩也意识到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于是3人在一处山包处停下休息。王东利用自己的浩东之力帮助霍雨浩恢复魂力，显示出黄金之芒左臂骨的强大恢复能力。霍雨浩和王东讨论了修炼速度的问题。霍雨浩相信自己的修炼速度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因为他体内有冰帝的力量和生灵之精的改善。在休息过程中，霍雨浩突然察觉到一股浓郁的魂力波动，他立刻提醒王东和潇潇小心。一只青色的身影及一只1000年级别的虎魔猫出现在他们附近。霍雨浩提醒2人不要下杀手，因为吓唬这只虎魔猫不容易，而且他不想轻易模拟10万年魂兽的气息，以免引来更强大的存在。虎魔猫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发起攻击，目标是王东。王东使用自己的光明女神蝶武魂和第2魂技蝶神之光进行防御，潇潇则使用3声镇魂鼎进行阻拦。霍雨浩在关键时刻使用灵魂冲击，成功击中虎魔猫，使其失去控制并坠落。虎魔猫受到重创，昏迷不醒。霍雨浩和王东都对灵魂冲击的威力感到惊讶。霍雨浩解释说，灵魂冲击的威力提升与他的精神力增强有关。他的精神之海经过数次变化，尤其是生灵之精的融合，开辟了第2世海，使他的精神力大幅提升。天梦冰蚕也在悄悄帮助霍雨浩，将自己的力量与霍雨浩的精神力相融，希望他尽快变得强大。霍雨浩的灵眸武魂和天梦冰蚕的辅助，使他的精神力修为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随着修为的提高，精神力的成长也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危机并未结束，出现了一只万年虎魔猫，它攻击转向了潇潇，它发出的墨绿色光刃直指潇潇。面对这样的攻击，普通的2环大魂师几乎没有抵挡的可能。潇潇虽然面对着万年虎魔猫的攻击，但他凭借自身的修为和经验，以及霍雨浩的精神探测共享，成功的避开了致命一击。他的鬼影迷踪技能让他在飞速后退中不断变换方向，避开了万年虎魔猫的攻击。霍雨浩和王东面对再次冲来的万年虎魔猫，霍雨浩利用自己的精神力发动攻击，这一次他的目标是万年虎魔猫背上的千年虎魔猫。在霍雨浩全力以赴的一击下，千年虎魔猫的大脑崩溃，瞬间死亡。万年虎魔猫因为孩子的死而陷入愤怒和震惊，但霍雨浩和王东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发动了璀璨中的凋零黄金之路武魂融合技，成功的将万年虎魔猫控制住。黄金之路的效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万年虎魔猫的身上出现了猫形光影，似乎是一种灵魂分离的现象。然而万年虎魔猫并没有被彻底击败，它在黄金之路的效果消失后重新站起来，身上的气息虽然下降，但依旧强势。霍雨浩和王东面对愤怒的万年虎魔猫，继续使用九凤来移消和魂导麻痹射线等技能，试图阻止它的攻击。王东在霍雨浩的辅助下发动了自己的最强攻击光之破魔，这是他的光之破魔右臂骨附加的魂技。王东的光明之力在对抗黑暗属性的万年虎魔猫时效果显著，他的攻击直指万年虎魔猫的额头。在王东发动光之破魔的同时，万年虎魔猫凭借其敏锐的危机感知，试图扩张护体避光进行闪避。然而霍雨浩的灵魂冲击及时到达，干扰了他的行动，使其未能成功躲避。王东的光之破魔虽然受到了巨大阻力，但在霍雨浩和潇潇的配合下，最终钻入万年虎魔猫的防御之中。万年虎魔猫在抵抗光之破魔时，被潇潇牵制了力量，同时受到顶之阵的影响，护体避光暗淡。霍雨浩抓住时机，发动了他的最强攻击魂技冰皇之怒，成功的将万年虎魔猫冻结成冰雕。这一击不仅展现了霍雨浩的强大实力，也几乎耗尽了他和王东的魂力。战斗结束后，三人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反思了战斗中的决策。霍雨浩和王东意识到，在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手下留情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危险。他们认识到，这次的经历是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在恢复魂力的过程中，霍雨浩和王东讨论了万年虎魔猫在黄金之路影响下的变化，推测出黄金之路可能剥离了魂兽的灵魂之力。他们计划在未来的战斗中尝试直接攻击魂兽的灵魂，以此来增强战斗效率。在修炼恢复魂力的同时，潇潇担任护法，保护两人的安全。王东的黄金之芒技能帮助他们加速恢复。与此同时，玄老在远处观察着他们，他的力量隐藏在地下，因此霍雨浩的精神探测无法感知到。当万年虎魔猫出现时，玄老也感到惊讶，但他认为这是考验三人实力的好机会，于是选择观察他们如何应对。霍雨浩三人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最终成功的制服了万年虎魔猫，甚至可以说是活捉。这一结果让玄老感到意外，也让他重新评估了他们的实力。霍雨浩使用冰皇之怒时，玄老也被那股洪荒气息所震惊。在霍雨浩和王东恢复魂力的过程中，霍雨浩突然感应到另一只魂兽接近，
他们利用模拟魂技将自己伪装成植物，缓慢地撤退。霍雨浩通过精神探测发现，接近的魂兽是一只修为至少3000年的巨熊，它被血腥味道吸引过来。巨熊开始破坏冰封万年虎魔猫的冰雕，霍雨浩则向潇潇询问这只熊类魂兽是否适合作为他的魂环。霍雨浩分析认为，这只巨熊很可能擅长防御，因为他在看到万年虎魔猫时情绪稳定，且不惧怕万年虎魔猫的攻击。在霍雨浩的计划下，他们利用冰爆术引爆了万年虎魔猫。冰爆术的威力巨大，因为它依赖于目标的实力，目标越强，爆炸威力越大。在这次爆炸中，万年虎魔猫的身体被完全冻住，霍雨浩通过左臂将冰爆术的力量注入其体内，引发了强烈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冰粉覆盖了直径100米的范围，将所有植物化为齑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霍雨浩3人虽然在100米之外，但仍感受到强烈的冲击。他们对这次爆炸的威力感到震惊。霍雨浩解释了冰爆术的原理和条件。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霍雨浩在精神控制和探查分析方面的天赋。霍雨浩的冰爆术与施暴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差异。施暴依赖于毒素的注入，而冰爆术则需要将对手冻结，然后通过霍雨浩的左臂接触注入力量来引爆。冰爆术的威力巨大，尤其是对实力强大的对手，这也是他在星光拍卖场受到重视的原因。然而，冰爆术的霸道特性要求使用者必须拥有极致之冰的能力，这也是霍雨浩能够使用这项技能的原因。玄老对霍雨浩3人的安全非常关注，他在爆炸发生时立刻赶到，并对霍雨浩的冒险行为表示了担忧。霍雨浩解释了在学院内无法试验冰爆术的原因，玄老虽然理解，但仍然提醒他要小心使用这种魂技。随后，一只伤痕累累的巨熊从爆炸区域走出，它的强大防御力让霍雨浩3人震惊。这只巨熊是暗金恐爪熊，一种罕见且强大的魂兽，以攻击和防御著称。霍雨浩3人意识到，他们联手也难以战胜这只巨熊，除非能够利用冰爆术。玄老凭借丰富的经验，立刻认出了这只魂兽，并决定亲自出手。他迅速制服了暗金恐爪熊，并指导潇潇吸收其魂环。潇潇在玄老的帮助下，成功的吸收了这个2000年左右的魂环，而霍雨浩和王东则羡慕地看着他。玄老在处理暗金恐爪熊的尸体时，发现了一块珍贵的魂骨——右掌骨。这块魂骨与众不同，它前端有5根狭长的利刃，类似于缩小版的恐爪，散发着暗金色的光芒。玄老解释说，暗金恐爪熊的右掌骨是其最珍贵的部分，因为它记录的恐爪魂技最强，并且能够随着魂师的成长而成长。霍雨浩和王东了解到这块魂骨的价值后，都表现出了谦让的态度，认为潇潇更适合这块魂骨。玄老对2人的无私精神表示赞赏，并解释说，这块魂骨的价值甚至可以媲美普通的10万年魂骨。最终，霍雨浩和王东都放弃了对这块魂骨的争夺，决定让给潇潇。在玄老的帮助下，潇潇成功吸收了暗金恐爪熊的魂环，并准备融合这块珍贵的右掌骨。霍雨浩和王东则在玄老的保护下修炼，恢复魂力。随后，玄老利用暗金恐爪熊的肉准备了一场烧烤。霍雨浩展示了他在烹饪方面的天赋，仔细分割了熊肉，并用白虎笔将其处理成适合烧烤的大小。王东则帮忙削制了穿肉的树枝。玄老对霍雨浩的烹饪技艺充满期待，并且准备了多种调料，准备享受一顿美味的烧烤。霍雨浩开始烤制暗金恐爪熊的肉，他首先烤制了一根肉条，待肉条表面呈现出金黄色的油花后，撒上盐巴进行调味。玄老在一旁急不可耐，作为饕餮斗罗，他对美食没有任何抵抗力。霍雨浩品尝后，确认了暗金恐爪熊肉的鲜嫩和美味，其肉质入口即化，香气四溢，确信玄老所言不虚。玄老表现出不满，认为自己应该先品尝。霍雨浩解释说，自己先试吃是为了确定最佳的烹饪火候，以免浪费食材。他提到，如果有禽类的蛋，可以使烤肉更加美味。玄老随即展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五彩锦鸡蛋，并透露自己总是携带大量食物，甚至有一个特制的保鲜储物魂导器。霍雨浩利用这些蛋继续烤制熊肉，他将肉条在火上翻烤后，迅速撒上盐巴，并用刷子涂抹上生鸡蛋，以增加肉质的鲜嫩和香味。玄老尝试后，对霍雨浩的烹饪技艺赞不绝口，甚至表示后悔没有早点收他为徒，认为他有成为顶级厨师的潜力。随后，3人大快朵颐，霍雨浩烤制的熊肉受到了一致好评。玄老更是自己尝试烤制，但自认不如霍雨浩。潇潇在吸收魂环后醒来，被烤肉的香气吸引，也加入了品尝的行列，并对霍雨浩的烹饪技艺赞不绝口。吃饱后，玄老将剩余的熊肉分割并保存，准备带回学院。霍雨浩询问玄老是否应该在此地让潇潇吸收魂骨，玄老决定就地进行，因为他的存在足以保护他们免受魂兽的骚扰。潇潇在霍雨浩和王东的谦让下，准备吸收暗金恐爪熊的右掌骨。他对2人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在玄老的指导下开始融合魂骨。魂骨在他魂力的作用下化为液体，缓缓融入他的右手。王东低声表示，他忘记了让潇潇先展示他新获得的第3魂技，他预感到潇潇的3声镇魂鼎会因为新魂环技而变得更加强大。霍雨浩和王东都拥有1000年魂技，
而潇潇在突破到3环后，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千年魂环，这对他的实力是一个质的飞跃。霍雨浩提议在潇潇融合魂骨的过程中进行修炼，以充分利用时间。在修炼过程中，霍雨浩和王东通过浩东之力的辅助，感受到了魂力的快速增长。然而，潇潇在融合魂骨时遭遇了困难。暗金恐爪右掌骨所化的液体注入他的手掌后，起初他感到舒适，但随后这份温暖转变为灼热，最终变成了剧烈的痛苦。潇潇的右手开始变成暗金色，他感到手掌仿佛被放在火上烤，痛苦难忍。玄老注意到潇潇的异常，发现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右手上的暗金色光芒越发明显。玄老意识到这是魂骨反噬的现象，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魂骨内蕴含的庞大能量开始反击，可能会夺去魂师的生命。玄老迅速采取行动，一掌拍在潇潇的肩膀上，试图封印反噬的力量，但潇潇的右臂开始膨胀，力量似乎要冲破束缚。霍雨浩和王东被潇潇的惨叫声惊醒，他们看到潇潇痛苦的样子，急忙询问玄老发生了什么。玄老解释说，潇潇在吸收魂骨时出现了反噬现象，这是因为魂师承受不住魂骨的力量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外力介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险，因此潇潇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魂骨的融合。